有观众问娜娜这部作品的原作是咋完结的？这个说来就比较话长了。首先，其实这部作品原作漫画是由女性漫画家施泽爱老师于1999年开始在集英社旗下的月刊杂志 Cookie 上连载的漫画作品，但由于施泽爱老师身体欠佳，该作连载至2009年便处于了长期停刊的状态，至今都没有复刊，所以这个故事并没有正式完结，留了很大的悬念。而该作现已发售了21卷单行本，单行本的故事最后停在了第80话但实际该作最后连载到了第84话，但因为页数不够，所以也没有凑出什么单行本出来。而我们2006年至2007年看的50集 TV 动画版，实际只翻拍了漫画的前42话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这里友情提示，该动漫作品讲述的是悲惨懵懂少女被恶劣的演艺圈和多情男玩弄了人生的故事，主要受众是女性观众，痛斥的是日本当时社会的畸形状态。从普通男生的视角观看此作品，很容易血压飙升，建议爱看纯爱番的男生就此打住，迅速关掉视频，马上撤离。请不要光看了我这个漫画的简化版讲解就对这个作品产生奇怪的偏见，叠甲都叠这么厚了，你要是说了啥被娜娜粉丝群体骂了，别算在我头上。由于动画隔了很久，所以讲解漫画前，我先简单的梳理一下动画的主线剧情。首先，该一作其实是以第一女主奈奈和第二女主娜娜在来到东京后所见所闻而展开的故事。第一女主奈奈在高中时因为懵懂无知，被各种成年人诓骗了感情后受了情伤。高中毕业后，奈奈跟着闺蜜去了本地的艺术学校学了画画时，认识了闺蜜初中同学张思。很快，奈奈的纯情吸引了张思，并且两人很快在闺蜜的撮合之下交往成了情侣。后来，张思考上了东京的美术大学之后，奈奈为了避免远距离恋爱，也跟着跑去了东京打工，要跟张思在一起。而去东京的火车上，奈奈认识了跟自己名字类似的第二女主娜娜，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闺蜜。后来在东京，这两人还偶遇成了合租的室友。不过没过多久，张思和他打工地方的服务员小妹子劈腿了，并且还被奈奈和娜娜撞见了，导致奈奈再次受到了感情的伤害，分了手。正当奈奈无助之时，娜娜这边所追求的 CP 莲，她所在的乐队的队长拓实，通过娜娜这层关系认识了奈奈，并趁虚而入，跟奈奈发生了鱼水之欢。但奈奈也发现了拓实是一个花花公子，人很不靠谱，所以奈奈把拓实的电话给拉黑了。这时候，娜娜所在的乐队的同伴生夫跟奈奈交际久了以后，也产生了感情，于是第四任男友生夫开始跟奈奈正式交往。然后交往没多久，奈奈查出了怀有身孕，孩子还是第三任那个花花公子拓实的。但拓实知道奈奈有孩子了以后，当时就决定愿意娶奈奈，还强推了奈奈一次。而第四任生夫之前怀疑奈奈是交往期间出了轨，导致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最终导致奈奈选择要嫁给拓实，并想要把孩子生下来。而第二女主娜娜的剧情是在认识了奈奈以后，她一路努力，并最终追求到了莲，两人成了地下恋人，并且娜娜的乐队很快就被艺人公司看中，即将正式出道。虽然娜娜看起来很像女强人，但实际上她也是一个依靠别人并且非常关心奈奈的人，这就导致奈奈后来怀孕的事情让娜娜很后悔，是她从中介绍了拓实生夫，才让奈奈如今感情混乱，再加上一些误会，导致娜娜和奈奈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娜娜选择逃避，借着乐队出去巡演的机会，不再和奈奈合宿。而在公司的宿舍居住期间，娜娜关心同乐队的生夫心理状态，尽力的让生夫不被同公司拍成人影片的拖星百合给拐骗走感情。而此时生夫对另一个同宿舍的落魄艺人美羽一见钟情。当时的动画剧情演到这以后，最后一集的剧情竟然直接跳到了几年后的故事。奈奈有了拓实的孩子，但拓实却不在奈奈的身边，并且生夫又回来找奈奈，形成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不了解后面剧情的人会错以为未来生夫又跟奈奈再续前缘了呢，实际后续的剧情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现在动画之后，主线剧情其实是以娜娜所展开的，具体的剧情我大致的将它分为了3个段落。第一段落，绯闻篇，在动画的最后几集关于狗仔队曝光莲和娜娜地下恋情的丑闻故事中，反而让莲下定了决心去娶娜娜。最终娜娜不仅可以成功出道，娜娜和莲也被公司安排公开结婚的事情作为炒作，让娜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一时间，娜娜乐队的生夫本来是想去追美羽的，结果最后还是被拖星百合勾上了床。更
要命的是，本来百合是想逃离公司，突然玩起了失踪。申夫想要帮百合，但是申夫拿不出百合高达4000万的违约金。但申夫在跟光头哥聊天的时候，发现自己当初和奈奈谈恋爱的时候，之所以败给了拓实，就是因为自己对另一半产生了怀疑，没能坚持才失败的。所以这次申夫跑去跟百合子讲，你继续为公司好好工作，努力挣到合约的钱，你以后不用跑，我会努力养你的。这把百合给感动坏了，最终百合和申夫成了一对情侣。但是百合在脱圈非常的红，所以挣到了很多钱以后，百合明明可以终止合约隐退，但百合瞒着申夫跟公司继续续签了合约。不过此时此刻，因为申夫有了新的恋情，再加上公司曝光了乐队间的朋友和闺蜜的事情，让娜娜跟奈奈见面不再显得那么尴尬，最终俩闺蜜又重归于好。然后剧情来到了第二段，娜娜的绅士篇。此时娜娜的乐队通过努力成了当时最红的第一乐队，有一个狗仔队的人为了搞大新闻，利用奈奈的无知，让奈奈接触到了娜娜的生母，并通过各种渠道，狗仔队得知了娜娜其实是被外婆收养的。娜娜的亲生母亲生了娜娜以后，就抛弃了娜娜，跟别的男人跑了。结果娜娜的亲妈现在早就有了新的家庭，新家庭里面的女儿还正好就是娜娜的歌迷。本来动画里那个卷发妹子，后来到了娜娜的他们公司当了经纪人，也得知了娜娜妹妹混在娜娜的粉丝群里，所以这个卷发妹子一直在隐瞒娜娜这些事儿，怕影响到娜娜的事业。但是这事儿被媒体曝光以后，娜娜的亲妈被媒体整得不得不搬家，而娜娜的同母异父的妹妹甚至气得离家出走，整得娜娜的妈妈差点精神崩溃。同时崩溃的还有参与其中的奈奈和卷发妹。好在光头哥从中找人帮忙，没有让这个妹妹走丢，并且后来从娜娜的亲妈口中得知了当年的真相。原来娜娜的妈妈当年谈的男朋友是一个不喜欢孩子还有家暴倾向的人，可娜娜的妈妈不希望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人生，所以生下了孩子以后抛弃了娜娜去过自己的人生去了。后来娜娜的亲妈终于认清了现实，找了一个老实人嫁了，并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开着饭店过得其乐融融。结果娜娜这事曝光以后，让她后悔不已，算是遭了报应。但是娜娜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继续自己工作的事情。在娜娜鼓励之下，奈奈和经纪人小妹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第三段几乎剧情是穿插在第二段之间的故事，我给它命名为当红歌手与16岁少年篇。首先娜娜的老公莲以及奈奈的老公拓实，他们的乐队的主唱是一个叫雷拉的妹子。这个雷拉其实是拓实小时候的邻居，小的时候雷拉很喜欢拓实，但是拓实很花心，搞得雷拉很伤心。高中期间雷拉因为搞乐队认识了莲还有娜娜乐队的鼓手光头哥，因为光头哥人很稳重，最终他和光头哥成了情侣。但是后来拓实奔着挣大钱的怂恿之下，拓实带着雷拉去了东京出道成了艺人，而光头哥没有选择雷拉，反而留在了小镇继续与娜娜组乐队，导致雷拉受了情伤。可是雷拉他喜欢的拓实又更看重工作，而雷拉敬爱的朋友莲只是把雷拉当好友，虽然莲会陪伴雷拉满足他心里的需求，但从来不碰他的身子，再加上唱歌事业上的压力太大，最终雷拉找了一个收钱跟他滚床单的少年真一啊，是的，这个真一就是动画里演的娜娜他们乐队里面16岁的吉他手真一。真一与雷拉滚了床单以后，竟然滚出了真感情。结果这事儿被拓实知道了以后，拓实跑来找真一，以如果曝光了两人恋情的话，一定会断送雷拉前途为由，逼真一跟雷拉分手。后来真一还真就跑去找雷拉分了手，让雷拉再次陷入了情感黑洞。雷拉想找拓实，但是拓实却说啊，我把你当作珍惜的人，你难道想降格，只做我众多情人之一吗？拓实以此为由再次拒绝了雷拉。而莲虽然一直陪在雷拉的身边，但莲此时已经跟娜娜结了婚，雷拉的感情还是得不到满足，所以雷拉又去找真一，结果真一忍痛再次伤害了雷拉，雷拉因此闹起了脾气，不肯回乐队工作。可要了命的是，真一拒绝雷拉以后，自己也感情很受伤，为此真一选择工作之余回了一趟自己的家。可真一其实是他父亲在外面找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子。真一的大哥看真一回家以后就是冷嘲热讽，被大哥刺激到的真一后来跑外面跟别人吸毒去了，并最终真一还被警方人赃并获抓去了监狱。这就导致娜娜的乐队不得不为此被迫解散，公司为了挣钱选择让娜娜单飞。另一边雷拉受刺激太过严重，又不肯回乐队，怕乐队被解散的拓实迫不得已选择跟雷拉滚了床单。拓实一切都是为了乐队运作下去，但此时莲却说要退出乐队，原因是真一被抓以后，莲害怕他自己拖累到乐队的其他人。对，没有错，莲
他也吸毒了。动画里其实最后几集光头哥那边劝莲的时候就有透露，莲被他们社长给坑骗了，靠吸食大麻来解压。这事儿光头哥、雷拉、拓实都知道。光头哥是死命劝莲戒掉，雷拉是知道但是劝又劝不动，就只能陪在莲的身边。而拓实是知道却不当一回事，直到莲受毒品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以后，拓实才跑去找社长教训了社长一顿。拓实眼见自己的乐团马上要4分5裂了，为了挽回莲，拓实给莲放了几天假，同时还利用雷拉说雷拉要见莲，并希望雷拉说服莲别退队。莲后来决定打算先跟雷拉见一面，再到第2天飞回大阪去见自己的老婆娜娜，给老婆娜娜带生日礼物去。莲也是希望借休假的这个机会戒掉毒瘾，重新新的人生。结果莲因为长期吸食大麻产生了幻觉，再加上当时有狗仔队跟踪，莲在去见雷拉的路上，为了甩开狗仔队，连车带人一头扎在了墙上，死了。死讯很快就传开了，雷拉因为莲的死从此一蹶不振，精神恍惚，需要拓实一直在身边照顾。而娜娜后来被赶来的奈奈告知莲的死讯之后，产生了悲伤应激反应，表面看起来好像没那么伤心，很快就振作起来继续唱歌，但实际内心受的伤太大了，导致娜娜后来离开了主角团。但是中间娜娜是如何离开奈奈的，怎么离开的，这些故事都没有展开说，只有在后面的几章故事的插叙中得知，在奈奈的孩子都长这么大的几年后，娜娜跑去了英国，在英国的小酒馆里隐姓埋名卖唱为生。奈奈和拓实在未来依旧是夫妻，但拓实带着儿子跟雷拉在一起生活，并美其名曰天天忙着工作，实际是为了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雷拉。而奈奈则带着女儿一起生活。真一后来长大以后并没有再去找雷拉，反而经常和光头哥来看奈奈。而跟托星谈恋爱的生夫未来继承了家业，成了酒店的老板，并又回来找奈奈，两人感情很暧昧，但没有展开讲明是否发展到成为情侣的那一个地步。全片唯一2对幸福且正常的情侣，一个是奈奈高中的闺蜜，她在美术学校认识男朋友之后一直谈到结婚，未来片里面两人依旧是夫妻。另一对是曾经生夫想要去追，虽然被公司骗去当托星，但27岁依然守身如玉的美宇以及她的老公光头哥对，光头哥后来跟美宇成了一对。这2对情侣的男方也是唯二的故事中比较正常的男人。总之娜娜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说完，但是整个故事真的是太虐了，不知道各位看完以后想表达些什么呢？赶紧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与想法吧。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本期视频点赞过1万，我就2天之内做出下期视频，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